我的武将爹又被文臣弹劾了，气得我放下了手中的红缨长枪，换上了鲜亮繁琐的衣裙，假扮成淑女，接近了那位古板刻薄的左相，势必要从他身上挖出点料来。然而出师不利，自己被自己的裙子绊了一跤，当场摔进了左相怀中。抬眸的那一瞬间，传闻中冷漠古板、不近女色的左相呼吸一滞。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爹右双若被弹劾了。自从边关大捷，我们全家被召回京城不过3月，他已经被弹劾了3次，次次都是那位古板刻薄的左相。第一次他弹劾我爹上朝时衣冠不整，藐视皇恩，害得平时3两下就换完衣服的爹爹，每回上朝前要研究足足半个时辰。我娘一脚把他踹出了门。我当新娘子的时候都没像你这样打扮。第二次他又弹劾我爹和同僚花天酒地，尸位素餐。这下我爹连酒都不敢喝了。我娘豪气地往我和他的碗中倒满了酒。女儿，咱们干了这碗。回头一看，我爹只敢窝窝囊囊地往嘴里扒白米饭，气得我娘当场把他赶下了桌。不喝酒的以后都别上桌。如今是第3回了。我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和我娘完行酒令，然后默不作声地吃完他那碗白米饭下桌。老头，我叫住了他，要不咱们回西北吧？这京城怪没意思的，哪哪都拘束。刚来的时候只觉得富贵迷人眼，一脚踏进来了才知道一步一规矩，女子不许抛头露面，更何况是骑马射箭了。我娘都快憋坏了，要不是最近学会了女扮男装出门逛花楼，我看她都快发疯了。我也快忘记手握红缨枪，坐在马背上肆意的感觉了。爹爹停下了脚步，笑得勉强。小兔崽子，你以为老头我不想回去啊？他上前几步，猛地关紧了房门，然后开始破口大骂，一片鸟语花香。陛下忌惮就算了，老头我装一装鹌鹑也没什么，就是那个该死的江风亭，处处盯着我。他一个死读书的文臣懂什么东西，每日都看我不顺眼，弹。你爹我迟早有一天因为左脚进门被弹劾了。江风亭这个名字在我们顾家府邸的出现次数越来越多，每次都伴随着我爹鸟语花香的骂声。他是大昭最年轻的左相，也是皇帝身前的红人，据说是寒门出身，苦读数十载才有了如今的成就。他古板固执，冷漠的不像话，按我家老头的说法就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冥思苦想了3日，终于有了个主意。江风亭至今未娶妻，京城中也不是没有媒婆为他说过亲事，光是左相这个名头，媒婆就能踏烂他家门槛。但此人的嘴实在太刻薄，一个两个都被请了出去。渐渐的，就没人敢为他说媒了。我不信此事如此简单，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辛。但江府的嘴太严，撬不开。倘若我接近江风亭，把那些他藏在深处的东西都挖出来了呢？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嘿嘿一笑。当晚就梦见了江风亭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跪在我和我爹面前苦苦哀求的模样来。次日一早，我换下了常穿的劲装，第一次穿上了京城女儿家的繁琐衣裙，还请来了出名的妆娘为我打扮。据可靠消息，江风亭今日会出现在迎风楼，户部侍郎正准备替自己家的小女儿说媒。这种死读书的家伙，恐怕喜欢的就是温柔体贴的淑女。于是我又请了一位在宫里服侍过3位妃嫔的老嬷嬷，她让我照着镜子练了一上午淑女的笑容，嘴咧得太大了，眼睛不能俯视别人，要微微仰视，大牙花子收一收，微笑。什么是微笑？这个还要我这个老婆子给你解释吗？笑得脸都僵了，嬷嬷才满意。出门前，我摸了把屋子里的大刀和红缨枪，想象着我揭晓真面目后，江风亭在我枪下抱头鼠窜的样子，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身后的嬷嬷马上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警告道：姑娘。我闭上嘴了。京城里的姑娘出门都是坐马车的，我是在马背上长大的，马车倒是第一次坐。刚进去时我还东摸摸西摸摸，对什么都好奇，结果没一会儿我被颠得差点吐出来。
到达户部侍郎府邸后门时，我感觉自己的双腿都开始打颤了。户部侍郎小姐刚和自己亲爹大吵一架，她早已有了心上人，不愿意嫁给江风亭。此刻，她正在和心上人互诉衷肠。萧郎，你带我走，你带我走好吗？安湾，你今日要是不带我走，我就吊死在这棵桃树下。我怎么忍心呢？安湾，我今夜就来带你走。罢了，你有这份心就够了。什么磨磨唧唧的？我翻墙进去，2个手刀将人劈晕，还好心的为他们打开了反锁的后门，让他们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然后我按计划给自己蒙上了面纱，坐上了户部侍郎家的马车。马车摇摇晃晃，总算是停在了迎风楼门口。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沸腾了起来。江风亭，这个让我家老头吃了无数次亏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模样？但我没想到江风亭会长了这么一张出挑的脸。我也算是见过不少美人的，曾经还和我娘一起女扮男装逛过花楼。要我说，京城第一花魁在江风亭面前也稍显逊色。有这样一张脸，年纪轻轻又官至左相，迟迟未娶，该不会是不举吧？江风亭神色淡漠，连桌上的酒盏都没动一下。他瞥了眼一直顾左右而言他的户部侍郎，一点也没给面子。李大人还有事？户部侍郎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左相莫急，还有一人，一直仰慕左相文采，想请您见见。户部侍郎走到屏风后，一抬头，他却愣住了。安湾，你什么时候长这么高了？户部侍郎和自己的闺女还真不熟，蒙上脸他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他略略迟疑了一下，外头的江风亭可不等人。他起身，李大人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这下轮到户部侍郎慌了，他着急忙慌地拉着我出来，第一下没拉动，第二下我收了力道，被他狠狠拽了一下。左相，小女阿湾平时最爱读些诗书，您的那些文章更是来来去去读了好几遍。今日听闻左相要来，他说什么也要来见一面。户部侍郎嘴上说的好听，但都是1000年的老狐狸了，谁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就是想当左相的老丈人。江风亭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毫不留情道：不必了。说罢，他抬脚朝外走去。我急了，都到这种时候了，要是江风亭连我的面都没见，一切功亏一篑。左相且慢，我下意识的要追过去，可我忘记了，此刻自己穿的是衣裙，直接踩在了过长的裙摆上，整个人猛地朝前一扑，直接摔进了江风亭怀中，面纱轻飘飘落在了地上。抬眸的那一瞬间，传闻中冷漠古板、不近女色的左相呼吸一滞。我睁大了眼睛，光是从屏风后模糊地看了一眼江风亭，我就知道这家伙长得不俗，更何况是这般近的距离。江风亭脸上细小的绒毛都清晰可见。我大脑一片空白，好半晌没回过神来。最后还是江风亭将我扶稳，他拾起了掉落的面纱，递给我。漂亮的人脸手指都好看，白皙修长，骨节分明，一时间叫人挑不出错来。我刚戴好面纱，户部侍郎一边擦汗一边跟了上来。小女莽撞，冲撞左相了，改日我请左相喝茶，给您赔罪。我抿了下唇，学着嬷嬷教我的那样，夹着嗓子唤了一声：谢左相。江风亭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户部侍郎却没给他这个机会。他死死地拽着我的手腕，朝外面走去。刚进了马车，他脸上谄媚的笑意就冷了下来。你是谁？我的女儿呢？户部侍郎就是个卖女求荣的主，他胸无点墨，没什么本事，却有3个漂亮的女儿。大女儿嫁给了老官夫侯爷，二女儿许给了富甲一方的商贾做妾，出落的最漂亮的小女儿李湾，他自然想卖个好价钱。这京城中还有谁的权势地位比得过江风亭呢？只不过李湾早已有了心上人，估计这时候他早就和书生双宿双飞了。在这种人面前，我还装什么？我翘起了二郎腿，随手拿了个李子肯，跑了吧。跑了。闻言，户部侍郎顾不上那么多，当即就要去报官。马车匆匆停在李府门口，户部侍郎目光阴鸷：滚下去。
看在你没坏了我今日好事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居然还有这样厚颜无耻之人，真当是开了眼了。我当即放下了李子，3两下撕了一截袖子，团起来塞进了户部侍郎的嘴里。半炷香后，鼻青脸肿的户部侍郎颤颤巍巍地下了马车。整个李府，但凡有不服气的，都被我收拾了一番。我坐在主位上，旁边竖着我心爱的红缨枪，堂下跪了一大片人。听见没，李大人，以后你就是我爹了。我俯身拍了拍他的脸，有我当你的女儿，你李家可是祖坟冒青烟了。旁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还板着脸做什么？我话先放在这儿，我呢也不是故意来为难你的。这1个月，你就当我是李湾，要是想偷偷摸摸跑去报官，可要问问我的长枪答不答应。户部侍郎嘴角抽搐，他不情不愿地别过头，唤了我一声：啊，阿湾。主子都怂成这样了，堂下其他人更是大气也不敢出。就在这时，有个守在门口的小厮捧着个小木盒走了进来。湾小姐，这是相府送来的，这么快就上钩了？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块绣着荷花纹样的帕子。嬷嬷给我配的这身衣裳实在是繁琐，什么时候丢了块帕子都不知道。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了。我眯起了眼睛。那小厮迟疑了一下，没有别的了。不过送锦盒来的那人还问起湾小姐是不是喜欢荷花，说他家大人也喜欢，时常去弦月亭赏荷。弦月亭，我默念了这3个字，了然。这位左相还怪闷骚的，这是等我主动去找他呢。真正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3日后，我才稍作打扮，出现在了弦月亭边。相府的马车果然就停在一旁。江风亭听见动静，抬眸：李姑娘，巧遇。赏荷究竟有什么意思？倒不如去马场赏马，驯服一匹烈马，那才有意思。赏了没多久，我就开始犯困了。江风亭这人也安静，他坐在一旁，手上拿着一卷书，一眼望去，上头全是密密麻麻的字。等我醒来时，江风亭的那卷书在我脑门下垫着，已经成了我的枕头。他侧身含笑问我：李姑娘，要不要去坐船？坐船？我眼前一亮。要知道我自幼跟着爹娘在西北万里黄沙，后来学会了浮水，但京城的规矩太多，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江风亭一提起，我就答应了。小船摇摇晃晃，朝着荷叶深处而去。江风亭问我最喜欢写荷花的哪首诗，我告诉他我最喜欢小厨房宋师傅做的荷花酥。江风亭让我看穿梭在荷叶丛中的鲤鱼，我撸起袖子蠢蠢欲动，说红烧鲤鱼确实鲜美。牛头不对马嘴的聊了半个时辰，江风亭彻底被我带跑了。他认真的点头，回去我也尝尝李姑娘推荐的红烧鲤鱼，孺子可教也。这江风亭看着也不古板啊，好像和我家老头说的不太一样。你以后别叫我李姑娘了，用着别人的名字还怪别扭的。我想了想，我有个小名怜惜，你唤我怜惜就好。好。江风亭定定地看着我，怜惜。他话音刚落，不远处传来几声惊呼，紧接着就是有人落水的声音。我定睛看去，一个粉裙的姑娘正在水里扑腾，众人都在画舫上看着，竟无一人出手相救。想都没想，我随手撕下布条，绑住了自己宽大的袖口，然后纵身一跃，跳了下去。那落水的姑娘力气奇大，死死抱着我的腰不放。我带着她游了一段，像是带了个人形秤砣，实在是费劲。这时我的手腕被人抓住，居然是江风亭。走！这个常年衣冠楚楚的左相也有这般狼狈的时候。他顾不上自己散乱的长发，也没理会松散的衣衫，他只是小心地隔着一层布料，抓着我的手腕带我朝岸上游去。江风亭，他居然还会水。不过显然江风亭会的不多，救人更是艰难，逐渐体力不支。最后关头，还是我把他和那位画舫姑娘捞上来的。刚上岸，那位姑娘理了理滴水的衣裳和额边的碎发，含羞带怯地看向了江风亭。多谢公子救奴家一命，奴家愿以身相许，来报答公子恩情。我拧衣裳的动作停了下来，急了，救你的是我啊！
我插在了江风婷和姑娘中间。你是我救的，你要以身相许，不应该嫁给我吗？我琢磨了一下，又看向江风婷。如果这样算的话，你也得嫁给我，最后还是我把你捞上来的。江风婷有几分姿色，救上来的姑娘长得也不错，一夫一妻，很合理，不是吗？那姑娘没出声，江风婷微微偏过头，可能是风吹得久了，她脸上泛起了一层薄红。落水之后衣冠不整，长发散乱的江风婷倒是比她平日正经的模样生动几分。怜惜，这是戏言吗？江风婷这样古板的家伙，估计听不得一夫一妻这种话。都是玩笑了，我也没当回事，随口回了句。那你听了高兴吗？一件披风轻轻落在了我身上，江风婷将带子系紧。早点回去，别着凉了。湿漉漉的衣裳贴在身上，确实难受。我点头，刚朝李家的马车走了几步，背后传来一声微不可察的高兴。嬷嬷说的对，男人就是勾勾手指就开始摇尾巴的玩意儿。只不过今日弦乐亭人太少，没多少人瞧见左相狼狈的模样。我要想从左相身上挖出点东西来，还得慢慢来，必要时还得豁出去。当晚，李府大厨做的红烧鲤鱼刚端上来，家里的小厮就奉命送来一份急信。等我到家，爹爹和娘亲各坐在一端，面色凝重。我心里咯噔一声，怎么了？这是？爹爹双手抱头，一声不吭。好半晌，他抬起头，闺女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误会人家左相了？娘亲掏出一把匕首磨了磨。江风婷这厮自己不说清楚，弦外之音这么隐晦，谁能听得懂？我爹和左相不和这件事早就传遍了整个京城，正好我爹的师弟来京城探亲，我爹趁着这个机会朝他大倒苦水，骂了江风婷足足3个时辰。骂完后，师弟若有所思，一桩一件细细给我爹分析了起来。你可还记得前朝那位大将军是怎么死的？师兄，你战功累累，此时皇帝把你一家召回京城，摆明了对你有所忌惮。这种时候，左相越是挑你的刺，和你斗得越凶，这上头的人龙椅坐得越安心啊。师弟恨铁不成钢，难道嫂夫人和怜惜没有一个人看出来吗？一家人3个脑子都白长了。爹爹挠了挠头，真没看出来。家里诡异的安静了下来。倘若江风婷几次3番弹劾我爹，真是为了我爹好。我想起了那件还挂在架子上的披风，上头带着江风婷身上那股淡淡的竹香。那我是不是也该收手了？胡思乱想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先睡一觉。睡醒后再把李府的烂摊子收拾了。结果次日早上一睁眼，李府那头被我打服了的小厮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弯小姐，不好了，相府送来了一院子的聘礼，这是提亲来了。糟了，睡过头了。弦乐亭那句戏言，江风婷还当真了。谁提亲？爹娘在院子里舞刀弄枪，闻言都茫然地放下了手中的兵器。我假扮户部千金和江风婷见面的事，他们还不知道呢。将这件事完完整整解释一遍后，爹娘都傻了眼。有朝一日，我能当上左相的老丈人。娘亲跳起来打一下爹爹的后脑勺。你什么意思？咱们闺女这天底下有哪个男人是配不上的？停！闺女都说了，她是假扮淑女才和江风婷见上的。要是嫁过去了，以后还能在桌上大碗喝酒，女扮男装逛花楼吗？这个假身份始终是横在我和江风婷面前的一道鸿沟。或许是怕我多想，这天晚上江风婷将我约在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迎风楼。怜惜。江风婷推开了一扇窗，从这个角度看去，窗外月色正好。她看向我的目光温柔缱绻。你不用顾及什么，可以拒绝我。那日落水的事不会传出去半分。月下看美人，更胜白日10倍。或许是那晚的月色太美，江风婷的眼神太温柔，我鬼使神差般问了一句：你这么没自信？江风婷的权势和这张脸，哪样拿出去不是绝杀？他反问：什么？不相信别人会喜欢你啊？哪怕是喜欢他那张脸，那也是喜欢。江风婷和我定下了3日之约，3日内只要我想好了，就派人去他府上知会一声。
倘若3日我都没有回应，他就当做之前的事都没发生。然而我爹刚得了一匹汗血宝马，烈马难驯，勾起了我的征服欲。一连2日我都在马场。最后一天，我突然想吃家里的红烧肉了，忙里偷闲回家了一趟，正好赶上我爹从外面回来。闺女，你还是别嫁了。我爹皱眉，江风婷好像疯了，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谁都逃不了。平日说话挺滴水不漏的一个人，今天谁都没放过，我都绕着他走，生怕他迁怒到我身上来。我本来还凑热闹听着，听着，倏然想起来，这是约好的最后一天了。红烧肉刚端上来，我也顾不上吃了，牵走了我爹的一匹马，朝着相府奔去。此时家家户户都燃起了炊烟，街上人很少。到了相府门口，我才意识到现在穿的这身衣裳不对。刚从马场回来，一身劲装，头发也是乱糟糟的。我还没做好摊牌的准备，可不能被江风婷发现了。我让小厮帮忙传信，让江风婷来后门见我。别开！我抵住了门，我们就这样说吧。江风婷的声音很轻。江风婷，我不是故意拖到这个点的，这几天家里有点事。我想说，我愿意嫁给你。隔着一扇门，江风婷的呼吸像是静止了。我想的很简单，我也是女扮男装，去逛过花楼，见过不少美人的，没有一个比江风婷更合我的心意了。既然如此，那就嫁呗。我明面上可还是户部侍郎的女儿。那怎么行？我爹一拍桌板，猛地站了起来。江风婷必须跪在我面前喊我岳父，这便宜怎么能让那个姓李的占去？我想想也是，我们连夜就把将军府搬去了户部侍郎家。江风婷上门来拜见时，户部侍郎就被我爹一闷棍打晕，关进了柴房。他洋洋得意，我们这算不算鸟占鹊巢？蠢货！我娘把我爹当陀螺抽，那是鸠占鸟巢。我没好意思说是鸠占鹊巢，江风婷就到了。我提前和他说过，爹爹这几日病了，声音粗了许多，只能隔着屏风见。他还吃了不少肉，魁梧了几分。可喜可贺的是，他年过半百，又往上窜了窜，长高了。江风婷站在几丈外，看着我爹的背影。李侍郎，我爹，嘿嘿。好在江风婷这人好糊弄，我说什么他都相信。一直到成亲，我们一家都没露馅。看着江风婷喊他岳父，还给他倒茶，我爹乐的脸上褶子都多了2条。外头是热闹的酒席，柴房里李府真正的主人。户部侍郎被捆成了好几段，扭来扭去的，像是一条蛆。我在屋子里都等饿了，自己掀了盖头。江风婷带回来的酒滋味醇香，一个没留神，我自己喝了一壶。渐渐的，眼前多了几道重影。好困啊！我嘟囔着，连衣裳都没来得及脱，一头扎进了被褥里。怜惜，这一觉就睡到了第2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江风婷正坐在床沿，她拿着一块温热的帕子替我擦了擦脸。晨光透过窗棂，在她身上落下一道道光影。江风婷低头凑近我，笑道：“夫人，起床了。”这一声夫人喊得我双颊发烫，半天没回过神来。直到我用完早膳，脸上的温度才逐渐冷却。这种时候，我才明白害羞2字是何物。不行，江风婷简直就是狐狸精。像我这样的老实人，等会儿被她迷得晕头转向了怎么办？趁着江风婷出门，我偷偷摸出了藏在柜子深处的那套男装。是时候去花楼逛逛，见见世面了。还没出门，外头一阵骚乱，几个小厮满头大汗。夫人，门外有个姑娘，非说是您在外头欠的风流债。那姑娘嗓门极具穿透力。李湾，那日你不是说要把我娶进门吗？如今左相你也娶了，什么时候来娶我？做大做小我都不在乎，要是左相不高兴，我给他做小啊。半炷香后，一身男装的我和这位画舫姑娘面面相觑。她眨巴了一下眼睛，呀，你穿这身还怪俊俏的，这是要做什么去？我总不好说是去偷腥吧。我岔开话题，你来找我做什么？
那日可是你信誓旦旦说你救了我一命，我应当以身相许，嫁给你的。我在那里苦等了这么多天，你一直不来，小何我只好主动上门了。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我当然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小贺的卖身契被我赎了回来，他为了报答我的恩情，时时刻刻都黏在我身边。只不过他和江风婷之间很微妙，每次见面两人都冒着火药味。江风婷总是吹枕边风，想让我将小何送走，送到哪都行，最好给他许一户人家嫁了。而小何也看江风婷不顺眼，装模作样的老狐狸，成天在你面前搔首弄姿的。怜惜，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是真的没看出来。江风婷她一直这样啊，也不是搔首弄姿吧，她就是爱干净，经常换衣服罢了。这样吵吵嚷嚷了几日，我终于还是没忍住，又翻出了那套压箱底的男装。小何挑眉，这是要做什么去？帮我打掩护。我故作神秘，我啊，要去看看外面的野花。好久没逛花楼了。一进门，无数香气扑鼻的美人都涌了上来，有的帮我按肩捶腿，有的剥了葡萄亲手喂给我，还有的靠在我怀里，用手指在我心口画圈圈，多少有点乐不思蜀了。直到小何一脚踹开了门，他双手抱胸，还完呢？有个和你同名同姓的李湾姑娘找上门了。李湾后悔了，他和心上人的日子越是甜蜜，他心底反而越是愧疚。他本想着回去看一眼爹娘，只要爹娘一切都好，他也能安心了。可谁知到了李府门口，他刚报出身份，反倒被轰了出去。哪来的疯婆子？谁不知道我们三小姐早就嫁给左相，是左相夫人了？你说你是三小姐，你怎么不说自己是玉皇大帝呢？经过几次友好协商，户部侍郎也是和全府通过气了，他就需要一个嫁给左相的女儿当他的青云梯。至于这女儿是不是自己的，都无所谓，反正传出去嫁给江风婷的就是李家的女儿。李湾毫不知情，他误以为有人冒充了自己的身份，还蒙骗了爹娘，嫁进了相府。我噌的一下从美人丛中站了起来。完了，小何倒是机灵，三两下明白了前因后果。我派人去传话，让萧将军先拦住左相。爹爹拦人的手法还是一如既往的粗暴，他直接卸了江风婷马车的2条腿。江风婷看着坏得莫名其妙的马车，又看看一旁做贼心虚的爹爹，似笑非笑。萧将军这是？爹爹故作镇定，左相的马车坏了，不如上我的马车来。我娘负责把户部侍郎捆了，再扔进柴房，省得这墙头草到时候反咬我一口。我心知我爹拦不住左相多久，匆匆回了一趟相府，先把身上的衣裳换了。门口一阵骚动，江风婷居然到了。爹爹跟在他身后，目光躲闪，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去安抚李湾那对鸳鸯的小何蹙了下眉心，缓缓朝我摇头。这是没拦住李湾他们，前有狼后有虎，紧张的我大气都不敢出。还是江风婷用帕子擦了擦我额角的汗，怎么热成这样？再不走，李湾他们就要冲进来了。我一把抓住了江风婷的手腕，没什么，我们先进去吧。一下竟然没拉动，江风婷微微俯身。今日夫人身上有一股好浓的脂粉气，该死的，从花楼回来只来得及换一身衣裳。我眼珠胡乱转着，是吗？江风婷倒是给了我台阶下，兴许是我闻错了。走，我让小厨房给你做了桂花糕。站住！你是谁？千钧一发之际，李湾牵着自己情郎的手出现在了相府门口。他看看我，又看看江风婷，惊魂不定。我才是李湾，你又是谁？为什么冒充我？我浑身冷汗，明知道伪装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会被揭穿，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和江风婷见的第一面，我就假借了李湾的身份。我的伪装可以说是无懈可击，江风婷毫不知情。在这种时候被揭穿，江风婷会怎么想呢？她会不会后悔捡了我那条帕子，后悔跳下弦月亭帮我救人，会不会后悔娶了我？这个念头一出，我整个人都恍惚了一下。众目睽睽之下，江风婷的表情几乎没什么起伏，她淡淡道：这位李姑娘是不是弄错了？我的夫人一直是萧将军的独女萧怜惜，
从来没有过什么里弯。这一出完全在意料之外，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正巧此时柴门被撞破，户部侍郎像一只蛆虫般蠕动着爬了出来。他抬头看到院子里这么多人，翻了个身，开始装死。岳父江风亭的目光落在萧将军身上，他侧身又看向了藏着一把柴刀的娘亲。岳母，里面请。我爹娘平生第一次这么规矩，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了桌前，二郎腿也不翘了，酒也不敢多喝，猜拳都没敢玩，头一回吃的这般文雅。饭桌上从未如此安静，我自己也心虚，不敢出声，只是埋头吃饭。江风亭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他既然知道，那为什么不拆穿我？就在我胡思乱想时，江风亭将一盘剥好的虾放在了我面前，小厮端上来了2壶酒。江风亭主动提议，不如来玩会儿行酒令。我爹娘眼前一亮，这顿饭吃了足足1个半时辰，吃到最后，我看爹娘目光都有几分迷离了。我爹相见恨晚，菜被撤下去后，爹爹还揽着江风亭的肩膀，大着舌头，深藏不露啊，江风亭，要不是你娶了我的女儿，我今儿个非要和你拜把子，当兄弟。娘亲趴在桌上，时不时伸手，醉醺醺道：来一把，最后一把。将爹娘双双送上马车，我还嘱咐小厮回去后熬点醒酒汤给他们喝。有人倏然从背后抱住了我，条件反射下，我差点给江风亭一肘击。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竹香混着酒香的气息，我放松了下来。江风亭将头抵在我的肩膀上，看样子似乎有些醉了。江风亭，江风亭的反应很慢，含糊地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的？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耳畔，带来细密的痒意。江风亭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从第一次见面。什么？我转过身，抓住了江风亭的肩膀。你是说在迎风楼？那可是我最精心打扮的一次，要我说，就是我爹娘来了都不一定认得出那位戴面纱的淑女是他们一拳能打死一头老虎的女儿。江风亭顿了顿，似乎有点想笑。你和户部侍郎一点都不像，他只有这么点高。江风亭抬手比划了个冬瓜。而你？江风亭怔怔地看着我，突然不说话了。我这人沾床就睡，虽然江风亭只要空下来，就会带我到处去玩，但我们鲜少有这样近距离对视的时候。江风亭下意识地凑近，我闭上了眼睛，他亲在了我的眉心。你该不会是爱上江风亭了吧？自从身份被揭穿，我就更肆无忌惮了。我甚至在相府腾出了一个小院子，把我的兵器都搬了过来。刚练完枪，小何就给我端上来一盏茶，他语气酸溜溜的：你都多少天没去逛花楼了？你忘了你那群好姐姐好妹妹了？从前你一睁眼就喊我的名字，现在一睁眼就是江风亭长，江风亭短的。江风亭给你下什么迷魂药？看把你勾成什么样子了。这么一想，还真是。最近我多少有些黏江风亭了，主要是他每回都能带我去看新奇的东西，上次还送了我一把宝石匕首，刀刃锋利，我简直爱不释手。花楼确实很久没去过了，要不是小何提起，我险些都忘了。走，今日就去。听说我要去逛花楼，江风亭也只是放下手中的笔，大度道：好，记得早些回来，我让厨房备些你爱吃的。连小何听了都啧啧称奇，他有这么大度？我还是头一回逛花楼的时候这么心虚，尤其是那些美人上来抱我的腰，我脑海中总是会闪过江风亭那张脸，然后快速避开。今日倒是不同寻常，我还没来多久，府里的小厮匆匆找上了门。我就知道什么大度都是装的。小何翻了个白眼。大人说，夫人您昨日捡回来的那只猫会翻跟斗，问您要不要回去看。那可是翻跟斗的猫啊，我还没见过这么稀奇的事呢。快，我把自己从美人丛里摘了出来，回去看小猫翻跟斗。不过半炷香的时间，我戳了戳在江风亭书房睡得四仰八叉的小猫，它刚刚真的翻跟斗了吗？堂堂左相面不改色，
他累得睡着了，你要是早些回来，说不定还能看见。那我就等他醒来。我趴在江风亭的桌面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最后还是江风亭把我喊起来的。别等了，猫没醒的话，我翻个跟斗给你看。我想象不出来江风亭翻跟斗的模样，吃了菌子都想不出来。你会？不会。江风亭竖起了他的袖口，那双墨色的眸子里只映出我一人来。还请夫人赐教。窗外的芙蓉花开得正好，我想我要的不过就是这样的日子，有一个人放下他的身段，放下那些深入骨髓的规矩，陪我笑，陪我闹。我还记得我带着江风亭去马场，翻身上马时，有人想要阻拦，江风亭却说，他先是萧怜惜，再是左相夫人，身份不应该成为他的枷锁，我只希望他能更自由。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